Hello， 我是 JJ， 这次用烹大师昆布风味和香菇风味煮出3道暖胃吃不腻的粥，只要少少的量就可以让汤底更美味。先来煮海鲜粥，米洗干净后加入煮粥的水量，放入电子锅。这时候来加上一点点烹大师昆布风味来煮粥，就像直接用昆布高汤下去煮，粥的味道变得超级鲜美。接着按煮粥模式，先煮白粥。现在用烹大师昆布风味来腌制虾仁，不但可以去腥，还可以提鲜呢。加入1小匙海鲜粥里面的虾仁腌制一下，味道会更好哦。再加上一点米酒，搅拌均匀，放着腌制入味就可以了。再来切芹菜，芹菜切成细末，芹菜的清香很适合加在汤或者粥里面，不过要记得最后再加哦。这样才能把香气完全留住。再来切姜，先把姜去皮，一般煮海鲜类的都要在里面加点姜丝去腥。姜要切丝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吃的时候口感会比较好。对了，姜不要放太多，不然会盖过海鲜的鲜味。来切红萝卜，红萝卜去皮，海鲜粥里加点红萝卜，不止让粥更甜，颜色也很漂亮，还能补充营养，让粥更加美味健康。为了让粥里面的红萝卜更快熟，所以要切得碎一点，这样可以缩短煮的时间，而且口感也会比较好哦。好啦，白粥煮好啦，先来加入红萝卜，加进去后搅拌一下，再加姜丝，再加腌制好的虾仁，干贝也加进来，再来搅拌一下。盖上锅盖，再煮10分钟。煮好啦，闻起来好香哦！赶快盛一碗，尝尝看味道。有虾，有干贝，还有甜甜的红萝卜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吃的时候再来加点白胡椒粉，撒上一点芹菜末。哇哦，一键按下，鲜虾、干贝精华全在粥里。用电子锅也可以煮出像5星级餐厅才有的海鲜粥，加了烹大师昆布风味，粥底更鲜甜，多了一丝鲜味。再来做山药瘦肉粥，米洗干净后加入煮粥的水，烹大师昆布风味来煮粥，只要一点点就能提鲜，可以减少盐巴的用量，依然很美味哦。话说这个便利包也太好用了，一次用1条，用量刚刚好，还是友善环境包装呢。按下煮粥模式，山药去皮，日本山药又叫长玉。外形细长，口感滑嫩带粘性，营养丰富。日本山药要最后才能加，这样可以保持滑嫩的口感，也不会煮一煮山药都化了，让粥变得太稠。来切姜丝，姜去皮，然后切成细丝。嫩姜和老姜其实是同一种植物，种的久了就会从嫩姜变成老姜，所以才会有姜还是老的辣的说法。真的是老姜比较辣啦。再来切点葱花，葱真的是每天都会用到的食材，但遇到暴雨或者台风，葱就会减产，价格飙升，还有小吃店因为葱太贵暂时休息的呢。再来切点青江菜，粥里面加点青菜，营养更丰富哦。青江菜1年4季都有，秋冬的青江菜口感清脆，甜味更明显，晚点放口感比较好，颜色也会更漂亮哦。白粥煮好啦，来加入山药、绞肉，绞肉加进去一定要弄散开，不然会不容易煮熟，而且也会比较不容易入味。再加入姜丝、青江菜，搅拌均匀，再盖上盖子，煮10分钟。好啦，山药瘦肉粥煮好啦，天气冷的时候来一碗，真的是暖胃又暖心。吃的时候撒点胡椒粉，最后来点葱花。用电子锅煮粥就不用顾火，再加上烹大师昆布风味，不用多加调味，味道就很鲜很甘醇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煮出养生美味的山药瘦肉粥了。来做高丽菜香菇咸粥，先来煮白饭，再来泡香菇。要用温水泡比较快。高丽菜来切细丝，高丽菜1年4季都有，而且秋冬的高丽菜最甜。据
据说学校的营养午餐的蔬菜里面，高丽菜最受欢迎，那是因为高丽菜本身的甜味，再加上很耐煮，换句话说，怎么煮都好吃啦。切点葱花，最后增加香气用。如果你不喜欢葱的话，也可以换成芹菜或者香菜，都可以，看你自己喜欢。这道我是用味之素高纤味精拿来腌肉丝，肉丝更鲜，腥味也被赶跑啦。再加点米酒，大家下次再加腌肉也可以试试味之素高纤味精，只要撒几下，非常方便。香菇泡好啦，香菇水不要倒掉哦，等等还要用。先去除蒂头，再切成丝。如果有新鲜香菇的话，也可以用哦。白饭煮好啦。来加入热开水，要用热的哦，不小心用冷开水的话，要延长煮的时间，把饭粒弄散开，这样煮好后才不会粘在一起。煮咸粥用烹大师香菇风味拿来当汤底，超方便的啦。味之素高纤味精和烹大师香菇风味都是味之素出的调味产品，我自己觉得搭配起来还蛮好用的。再加入腌制好的肉丝、香菇丝、高丽菜丝，高丽菜丝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增减。最后泡香菇的水也加进来，搅拌一下，让食材都泡在汤里，盖上盖子，再煮15分钟就可以了。好啦，咸粥的香味闻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下班回家来上一碗，一天的疲惫真的瞬间消散耶。最后撒上点葱花，再加上点油葱，用电子锅搭配烹大师香菇风味，只要一点点就能把香菇的香气带出来，基本上不需要其他额外调味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煮出一碗充满台湾味的古早咸粥。这次煮出3种暖心又不费力的家常好粥味，用电锅煮，不用顾火，也不用熬汤，只要味之素高纤味精搭配烹大师，这组合超好用的，从腌肉到快速提鲜都很方便，你也一定会爱上。想要收看更多食物小知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